你今天怎么煮早餐了？我们不是不吃早餐吗？那是因为我想做一个实验，看你吃了早餐后一整天的食欲会怎么样。你最近睡前老是吵着肚子饿睡不着，要我煮宵夜给你吃，这个礼拜都已经吃了2次了。我看你好不容易168瘦下来5公斤，恐怕又要报销啊。那这跟吃早餐有什么关系？早上离晚上那么久，我早上吃的东西早就消耗到外太空了，怎么能防止我吃宵夜呢？真的很神奇，我本来也不相信，但目前看起来这好像已经是研究的定论。你早餐吃35克的蛋白质会降低整天的食欲耶。35克？我记得你讲高蛋白减肥那集影片帮我算过的早餐是41克蛋白质，你那时候说一份蛋白质是7克，所以35克就是5份的蛋白质，这么来讲还少掉1份蛋白质嘛。我只要喝一杯240cc 的牛奶，2个蛋就已经21克了，再吃点燕麦或扁豆，少说也有13、14克，一下就超过了。哇，威廉不错嘛，你记得很清楚。对，35克的蛋白质大概是这个量，另外2片cheese 35克的红肉和鱼肉，30克的鸡肉也含有7克蛋白质，但是30克或35克的肉到底是多少呢？我们又没有随身带秤，找个标准物，像麦当劳的双层吉士汉堡中间的牛肉饼大概就是45克左右，那么大块的肉约略是 1.5 份的蛋白质，这样大约就可以抓出肉类体积的蛋白质含量了。你是说吃35克的蛋白质就可以饱到晚上去，让我不会想吃宵夜？这我可不相信。那不如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吧，反正你今天早餐都吃了，你这礼拜几乎天天喊饿，也许今天晚上睡前就不会饿啊。那168断食法还要继续吗？如果还要继续，现在才7点，我不就下午3点前就要吃完晚餐，那我一定会饿死啦。早上本来就比较没有食欲，一工作起来很容易忘记时光。你现在叫我吃早餐，晚餐提早到3点以前，这下午到睡前的漫漫时光，我要怎么度过啦？168当然要继续啊，你可别忘了那个细胞自噬功能，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而且你好不容易实施168才瘦下来，现在随便改变瘦身方式，我可没把握你会继续瘦耶。至于会不会很饿，你就试试看嘛，就实验1天而已，搞不好你就真的不会饿。那我们以后就可以改从早上开始168啊。这样不准啦，实验都是好几天好几个人，我一个人怎么会准？你要试几天也可以啊，我陪你一起试。不要啦，你先给我看看那些研究报告，我看有没有说服力。况且168以后我们只有吃2餐的时间，当然要吃好吃的中餐和晚餐啦。早餐不是牛奶就是白煮蛋，一点滋味都没有，我才不要把珍贵的进食时间浪费在早餐上呢。你先不要预设立场嘛，都还没给你看资料你就先说不。如果要吃早餐，我会煮好吃一点啊。不要，那你不就要提早起床，这样太累了吧？哎呀，没关系啦，先不讲这个，让我先告诉你，我看的那个研究是怎么回事。那是美国密苏里大学研究团队先后在2013年以及2015年针对早餐采取高蛋白饮食所做出的研究结论。他们先在2013年对20名年轻女孩完成为期7天的试验，发现高蛋白饮食能够提供女孩们一整天的饱足感，让她们晚餐之后即便能够自由的吃零食，吃高蛋白早餐的这一组所摄取的高脂肪零食依旧比不吃早餐或吃一般早餐的女孩少。而实际检查他们的生理数据，吃高蛋白早餐这一组每天的饥饿素浓度都降低，还有抑制食欲的肽 YY 浓度也升高。而在随后的2餐，脑部的杏仁核、海马回、中额叶皮质边缘的激活都减少了，显示他们看到食物的兴奋感降低。紧接着团队又在2015年做了一次为期更长的实验，这次他们找来57名18、19岁的年轻人，完成一项12周的测试。结果发现高蛋白早餐这组都减少了每天的热量摄取，尤其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摄取都比不吃早餐或比吃正常早餐的人少蛮多的，同时也减少了年轻人的体内脂肪。所以他们2015年的实验结果补强了他们2013年提出的理论，早餐吃蛋白质可以增加一整天的饱足感，还是根本只要吃高蛋白饮食就可以提高饱足感。就像我们高蛋白减肥那篇影片所提到的，
这跟早不早餐没关系。并不是哦，这些研究都强调只有高蛋白早餐才能显示这样明显的效果，其他两餐并没有这样强烈的功效。像2016年一篇由加拿大团队所撰写有关提高蛋白质摄取量有利于健康的研究报告，也引用了我刚才讲的那2篇早餐研究，和其中一位成员在2009年领衔的研究成果指出，与高蛋白午餐或晚餐相比，早餐吃高蛋白饮食可带来更大的饱足感，而且持续到晚上。那研究说，这是高蛋白早餐独特的效果，这真的很神奇。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同样是蛋白质，吃的时间不同，却有这么大的影响。密苏里大学2009年那篇研究指出，很可能跟早餐人体对蛋白质的敏感性更高有关。我个人则是猜想，蛋白质的摄取对人体来讲至关重要。相对于碳水化合物以提供能量为主，脂肪提供热量以外，还负有保护人体器官的任务。蛋白质就是实打实的构成人类组织的基本成分，不管是细胞还是各种激素、血球，都主要由蛋白质构成，甚至还担负各种运输的功能。所以说，蛋白质是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素，也应该不为过。因此，我猜人们一大早就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可能会增加人体的安全感，进而减少饥饿讯息的释放。你这样想不无可能，不过好像不能解释为何别餐吃却达不到同样的效果。我猜，或许是人体的激素或激素分泌的细胞，经过整夜的休息会比较敏感。只可惜我们不是研究员，不会做实验。对呀。说到激素，我刚讲到密苏里大学研究团队提到，早餐吃高蛋白饮食，整天饥饿素浓度就会降低，而抑制食欲的肽 YY 浓度却会增加。那什么是饥饿素和肽 YY 呢？饥饿素是1999年才被日本的研究学者在胃里面发现的，主要是肠胃道的内分泌细胞所分泌。一般来讲，在餐前饥饿的时候，饥饿素浓度最高，餐后1小时内就会降低。饥饿素的浓度增加也会活化大脑多巴胺的奖励系统，包含我刚说密苏里大学研究团队提到的脑部杏仁核、海马回以及前额叶皮质这些地方，让我们觉得进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是我们大脑散发欲望的地方。而饥饿素可能会刺激这个系统产生对进食的欲望，但密苏里大学的研究却证明高蛋白早餐会降低这个部分的活化，也就是减少人们对一整天进食的欲望。而肽 YY 则是1982年发现的，是从结肠的提取物分离出来的，由小肠和大肠的内分泌 L 细胞分泌。与饥饿素相反，肽 YY 在餐后浓度会升高，而肥胖的人在餐后的肽 YY 浓度比一般人都低，所以会吃得更多。所以根据研究，高蛋白早餐影响了这2个激素的分泌，就会影响摄入食物的多寡与摄食的欲望。那么肥胖的人想要控制食欲，提高早餐蛋白摄取量，就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哪有方便呢？想吃美味可口的早餐，又怕你太辛苦，可是吃简单的早餐，又觉得进食时间都缩短了，还吃那么清淡，很不甘愿，这叫人怎么选择嘛？等等，早餐吃高蛋白饮食还不只有这个好处，除了我们高蛋白饮食那集提到蛋白质早餐的产热效应高，人体会花更多的能量去消化蛋白质以外，另外密苏里大学的另外一个研究团队2015年在 Nature 辖下国际肥胖杂志发表了一个研究，完成了一个12周一般早餐和高蛋白早餐的比较，发现早餐吃35克的蛋白质的高蛋白早餐，整天的血糖就会比较平稳。但血糖平稳对减肥有什么好处呢？难道比较不会饿吗？平常我们血糖低，不就是该吃饭的时候？而我听说很多糖尿病患者血糖太高也会感觉饿。没错，根据一篇2021年发表在 Nature 辖下自然代谢的英美合作研究指出，在研究1000名左右的受试者之后，发现血糖剧烈变化会导致饥饿感增加，餐与餐的距离缩短，摄食量增加。所以高蛋白早餐不但会影响体内跟饥饿相关的激素，甚至会联动大脑的进食欲望指数，还会影响体内血糖的稳定性，进一步去影响摄食的多寡。威廉，证据都这么充分了，你到底要不要从早上开始吃168啦？如果你不调整进食时间，我怕你继续下去3不5时就想吃宵夜，早晚你好不容易瘦下来的5公斤就又胖回去了。别忘了，你的尾鱼肚还有2-3公分没减呢。这种实验对我不一定会成功的啦，我怎么可能下午3点吃饱，维持到晚上12点？想想我现在就饿起来了，我大脑的多巴胺不会答应啦。而且你今天都没先讲好，可不要逼我3点前就吃晚餐哦，那我可受不了。
人家有研究证明，你怎么会不相信呢？就先试个2天，又不会怎么样。我可以煮你喜欢吃的早餐啊，你就不用只吃水煮蛋和喝鲜奶嘛。不要，我才不要你提早起床。反正我答应你，我以后不会再吵着吃宵夜，都怪你煮的宵夜太好吃，我才会吃一次就欲罢不能。你还怪我？那你下次再睡不着就不要再求我。